巴西一片被大自然偏愛的土地，這裡有蒼茫壯闊的熱帶雨林，有綿延7500公里的夢幻海岸，有熱情似火的桑巴與足球，更有多元文化碰撞出的無限精彩。作為世界第5大國家，它的疆域橫跨4個時區，遼闊的超乎想象。從北到南的距離堪比倫敦至開羅，風光更是千變萬化。從浩瀚的亞馬遜河到震撼人心的伊瓜蘇瀑布，從白色沙丘與碧藍湖水交織的沙漠奇觀到山海相擁的奇蹟之城，巴西用極致的自然景觀一次次刷新人們對美的認知。我們的旅程從水開始，7500公里的海岸線，大西洋深情擁抱着如夢似幻的海岸。但巴西的水可不只有海洋，在內陸，羅賴馬山如同平頂巨人矗立邊境，而更往西，誕生了這片土地真正的王者——亞馬遜河。亞馬遜河全長6992公里，水量超過世界10大河流總和，蘊藏地球12%淡水資源。也正是這份豐沛水源，讓巴西成為南美唯一說葡萄牙語的國家。但這片土地真正的寶藏是這裡的人民。巴西容納了世界各地族群，多元文化在狂歡節綻放極致光彩。說到熱愛，足球凝聚了所有巴西人，5座世界杯冠軍讓它成為足球王國。這份蓬勃生命力讓巴西躋身世界10大經濟體，而所有矛盾都在美食中消融。這就是巴西，這場探索巴西極致美景的旅程就此啟程。亞馬遜雨林是地球上最神秘、最壯美的生態王國，被稱作地球之肺，橫跨南美洲9個國家，而絕大部分面積都在巴西境內。這裡是一片望不到盡頭的綠色海洋，從地面到50米高的樹冠，層層疊疊的生命在其間繁衍生息，構成了一個立體而完整的生態系統。雨林中生活着無數珍稀动植物，美洲豹在密林深處巡視領地，粉紅河豚在寬闊河道中穿梭，金剛鸚鵡的鳴叫響徹天際，蝴蝶、鳥類、兩棲動物共同構成了地球上最豐富的生物基因庫。亞馬遜河作為世界流量最大的河流，貫穿整片雨林，支流密布，水網縱橫。雨季時，大片森林被淹沒，形成獨特的水上森林景觀。河水携帶的養分滋養着整片大陸，它的淡水儲量占全球12%，一條河的水量超過世界10大河流總和。對人類而言，亞馬遜不僅是自然奇觀，更是地球氣候與生態穩定的關鍵支柱。走進這裡，就像走進一部活着的地球生命史書，每一寸土地都在訴說着千萬年的演化與奇蹟。它的神秘壯闊與生命力，讓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深深震撼，也讓巴西擁有了無可替代的自然底氣。聖保羅是巴西乃至整個南美洲最大的都市，一座永遠停不下來的活力之城。它擁有超過1200萬常住人口，街道縱橫，高樓林立，天際線壯闊程度不輸紐約、東京、巴黎等國際大都市。作為巴西的經濟、金融、文化與科技中心，聖保羅匯聚了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才，多元文化在這裡碰撞、融合、生長。城市中心的保利斯塔大道聚集了大量銀行、企業總部與高端商場，是巴西經濟的心臟地帶。而自由區則聚集了日本以外最大的日裔社群，街道、店鋪、飲食都保留着濃厚的東方風情。在聖保羅的市政市場裡，
你能找到亞馬遜雨林的新鮮果實，南部草原的肉類，東北部的特色小吃，以及意大利、德国、阿拉伯等各國移民带来的美食，每一口都是文化交融的味道。城市中還散落着众多世界级博物馆、藝術中心和公園。伊比拉普埃拉公園綠樹成蔭，湖泊清澈，是市民放鬆休閒的重要場所。儘管聖保羅有着現代都市的繁華與快節奏，卻也保留着溫暖的市井氣息。街頭的咖啡香、桑巴音樂，人們爽朗的笑聲，讓這座鋼筋水泥森林充滿人情味。它代表着巴西的現代力量，也展現着一個大國不斷向前的姿態。伊瓜蘇大瀑布位於巴西與阿根廷的邊境線上，是世界上最壯觀的自然景觀之一。伊瓜蘇河在奔流途中突然遭遇斷崖，瞬間被撕裂成275道大小不一的瀑布，水花飞濺，声如雷鳴，气勢磅礴到令人窒息。其中最震撼的魔鬼咽喉段落，水流從82米高空垂直墜落，巨大的衝擊力激起漫天水霧，陽光照射下常常出現彩虹，場面壯麗到難以用語言形容。這片瀑布群誕生於1.2億年前的地質運動，是岡瓦納大陸分裂留下的自然奇蹟。瀑布周圍被茂密的熱帶雨林包圍，空氣濕潤，綠意濃郁，生活着近2000種植物與400多種鳥類，巨嘴鳥、浣熊、蝴蝶隨處可見，構成了完整而獨特的生態系統。在汛期，伊瓜蘇瀑布每秒的水流量高達12750立方米，水流奔騰咆哮，仿佛大地在呼吸，在怒吼。站在觀景台上，撲面而來的水霧與震耳欲聾的水聲，會讓人真切感受到自然的偉力。伊瓜蘇瀑布不只是一道風景，更是地球力量的展示。它以最狂野、最壯美的方式告訴人們自然的震撼與偉大。來到這裡，每個人都會被深深折服，也會記住巴西這片土地所擁有的震撼之美。倫索伊斯马拉年塞斯是巴西最神奇、最顛覆認知的自然奇觀。一片會出水的沙漠，它位於巴西北部，面積達到1500平方公里。放眼望去，全是潔白細膩的沙丘，連綿起伏，如同雪地，卻又不是真正的沙漠。每年1月到7月，充沛的雨水填滿沙丘之間的窪地，形成成千上萬片清澈湛藍的淡水湖。湖水清澈見底，溫度適宜，人們可以在沙漠裡游泳、潛水、嬉戲，這種景象在全世界獨一無二。旱季來臨時，湖水逐漸蒸發，湖面縮小，沙丘重新顯露，整片區域又變回一片白色沙海。風是這裡最厲害的雕刻師，每年能推動沙丘移動30米，讓地貌時刻變化，永遠看不盡相同的風景。公園邊緣還生長着紅樹林與熱帶植被，為鳥類、魚類和小型動物提供家園，形成了極端環境下依然繁榮的生態系統。白色沙丘、碧藍湖水、綠色樹林、蔚藍天空交織在一起，像夢境一樣不真實。很多人來到這裡都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畫面，明明是沙漠卻有湖水，明明在熱帶卻像雪地。倫索伊斯馬拉年塞斯用最奇幻的方式證明巴西的自然景觀沒有邊界，永遠能給人意想不到的驚喜。里約熱內盧被巴西人親切稱為奇蹟之城，是全世界最具辨識度的城市之一。它依偎在大西洋與群山之間，山海相依，城林相融，自然與都市完美結合。
科爾科瓦多山頂的基督像張開雙臂俯瞰整座城市，成為里約最標誌性的象徵。科帕卡巴納和伊帕內馬海灘是世界最著名的海灘，從日出到日落都充滿活力。海浪、沙灘、陽光、人群構成了里約最迷人的日常畫面。城市中心還包裹着一片全球最大的城市雨林——蒂茹卡雨林，綠樹成蔭，空氣清新，讓里約在繁華之外多了一份自然的寧靜。黃昏時分，夕陽將甜面包山染成金色，海面波光粼粼，整座城市沉浸在溫暖的光影裡，美得像一幅畫。里約的靈魂在於它的熱情與生命力。桑巴音樂在街頭流淌，人們笑容爽朗，性格奔放。狂歡節時，全城沸騰，花車、舞蹈、歌聲匯成歡樂海洋。這裡的每一條小巷，每一個廣場，每一個海灘，都在訴說生活的美好。里約不只是一座城市，更是一種生活態度，一種自由熱烈、熱愛生命的狀態。來到這裡，你會不由自主地放鬆、微笑，跟隨節奏起舞，真正感受到巴西式的快樂。费爾南多·迪諾羅尼亞是大西洋深處的一顆藍色明珠，一座遠離塵囂的火山群島，距離巴西本土350公里，由21座島嶼組成，被譽為巴西最後的海洋天堂。這裡的海水清澈透明，水下能見度極高，珊瑚礁、熱帶魚、海龜、礁鯊構成了完整而健康的海洋生態。群島最著名的海豚灣生活着世界上最大的常驻海豚群，旋轉海豚每天準時回到海灣，嬉戲跳躍，成為大自然最動人的表演。主島的玄武岩峭壁直立入海，321米高的皮科山如同天然燈塔，守護着這片純淨海域。為了保護脆弱的生態，當地嚴格限制每日上島人數，禁止過度開發，讓這片海域保留着最原始的狀態。海灘潔白細膩，是海龜產卵的重要場所。每年繁殖季節，海龜們悄悄上岸，延續生命的循環。水下世界更是驚豔，五顏六色的魚群在礁石間穿梭，陽光穿透水面，形成夢幻光束，是全球頂級潛水聖地。作為世間的傑作，提起它，乾淨、純粹、原始、震撼，用最安靜的方式展示着地球的美麗，也讓人們看到保護自然的真正意義。潘塔纳尔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，也是南美洲野生動物最密集的地方，面積堪比整個法國。它隨着季節變換完全不同的模樣。雨季時，大片土地被水淹沒，變成一片遼闊的內海；旱季時，水位下降，形成無數湖泊、河道與水洼，野生動物高度集中，觀賞體驗極佳。這裡是美洲豹的天堂，擁有全球最高的美洲豹密度。成年熊豹可以控制80平方公里的領地，它們在河邊巡視捕獵，是濕地真正的王者。除了美洲豹，這裡還生活着凱門鱷、水蟒、狐狸、水豚等眾多動物。紅綠金剛鸚鵡和紫藍金剛鸚鵡等鳥類在空中飛翔，叫聲此起彼伏，構成熱鬧的生命樂章。潘塔纳爾的生態系統完整而原始，幾乎沒有人為干擾，生命按照自然節律生長、繁衍、生存。對自然愛好者和攝影師來說，這裡是天堂。你可以乘船穿梭河道，徒步探索小徑，近距離觀察野生動物的真實生活。潘塔纳爾告訴我們，當人類把自然還給自然，生命就會以最絢爛的方式綻放。它是巴西的生態寶藏，也是地球的珍貴遺產，用最野性、最真實的美打動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。格拉馬多是巴西最特別的城市之一，位於南里奧格蘭德州海拔850米的山區。
充滿濃郁的歐洲風情，仿佛把德國和意大利式小鎮直接搬到了南美洲。20世紀初，大量德國與意大利移民來到這裡定居，帶來了建築、飲食、節日與生活習慣，一直保留至今。市中心的房屋都是巴伐利亞風格，斜頂幕牆，色彩溫馨，街道乾淨整潔，漫步其中完全不像在巴西。冬季時氣溫可以降到0度，偶爾還會出現霜凍。在以熱帶氣候為主的巴西顯得格外特別。每年聖誕季，全城會舉辦盛大的光明聖誕活動，燈光表演與裝飾持續2個月，浪漫又夢幻，吸引全國各地遊客前來。城市周邊的黑湖被松樹環繞，樹木是當年從德國黑森林引進，風景寧靜優美。克諾爾公園裡種植着巨型紅杉，晨霧繚繞，步道蜿蜒連接着鄰近的卡內拉，非常適合徒步與休閒。當地美食也充滿歐洲特色，香腸、麵包、蛋糕、熱紅酒，讓人仿佛置身歐洲小鎮。格拉馬多證明了巴西的多元與豐富，它不只有熱帶海灘與雨林，還有清涼山地與歐式風情，每一種美都獨一無二。巴西利亚是世界城市建設史上的奇蹟，一座完全從零開始規劃的首都，只用4年時間就在中部高原上建成。從空中俯瞰，整座城市像一架展翅欲飛的飛機，中軸線筆直延伸，政府建築整齊排列，設計極具未來感。國會大廈的雙子穹頂，大教堂的玻璃與混凝土結構，總統府與各部委大樓共同構成了現代主義建築的經典群像。城市規劃非常科學，沒有傳統十字路口，全部採用環島，居住區、商業區、行政區嚴格分開，居民住在被綠地包圍的超級街區，生活舒適有序。人工開鑿的帕拉諾阿湖環繞城市，為乾燥的高原帶來濕潤空氣，也成為市民休閒運動的好去處。傍晚的黃昏，夕陽把建築染成溫暖的紅色，天空遼闊壯麗，景色格外震撼。巴西利亞代表着巴西的理想與抱負，它象徵着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追求與團結精神。作為首都，它沉穩大氣，秩序井然，與里約的熱情、聖保羅的繁忙形成鮮明對比，展現出巴西的另一面。它告訴世界，巴西不僅有自然奇觀，也有現代城市文明的智慧與力量。迪亚曼迪纳高地位于巴西腹地，是一片被时光雕刻而成的自然秘境。千万年的风雨侵蚀塑造出平坦的桌山、幽深的峡谷、地下洞穴与壮觀瀑布，地貌奇特，風景震撼。這裡的河水呈現出不可思議的寶藍色，在黑色水晶岩石上奔流，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，像流動的寶石。高地深處藏着許多地下瀑布與隱秘水潭，水質清澈，環境幽靜，仿佛世外桃源。伊納西奧神父山孤獨矗立在平原上，輪廓醒目，見證着19世紀鑽石淘金熱的歷史。當年無數淘金者來到這裡尋找鑽石，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。如今這裡早已沒有喧囂，只剩下寧靜的自然與頑強的生命。蘭花在岩石縫隙中開放，珍稀植物在高山上生長，鳥類與小型動物在林間穿梭，構成安靜而完整的生態。迪亞曼蒂纳高地的美是滄桑、古樸、純粹的美，它遠離都市，人跡罕至，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力量。來到這裡，你能感受到時間的緩慢與大地的沉穩，也能理解為什麼巴西被稱為被自然偏愛的國家。
卡布弗里烏與布奇奧斯是里約州海岸線上的兩顆明珠，兩座小城相距僅25公里，卻擁有世界級的海洋景觀。這裡是南極冷水與熱帶暖水交匯的地方，特殊的洋流帶來豐富營養，讓海洋生物極其繁盛，有近500種魚類，海龜、海豚、鯨魚定期到訪，是巴西最適合潛水與觀海的地方。卡布弗里烏被稱為巴西最清澈的海，水下能見度極高，珊瑚礁與魚群清晰可見，是全國頂級潛水勝地。而布奇奧斯則是一個優雅的半島小鎮，擁有23座風格各異的海灘，有的平靜適合游泳，有的浪大適合衝浪，精致又浪漫。海岸地貌形成於1億3000萬年前南美大陸與非洲分離時，留下了獨特的岩石與沙丘。風常年雕琢，讓海岸線不斷變化。沙灘上生長着耐旱的鳳梨科植物與仙人掌，為蜥蜴、海鳥提供微小棲息地，生態細膩而有趣。這裡的生活節奏緩慢，陽光充足，海風溫柔，是放鬆度假的理想之地。薩爾瓦多是巴西第一任首都，也是非洲文化最濃厚的城市。整座城市依山而建，分為上城與下城，歷史感與生命力並存。老城區佩洛里尼奧擁有近500年歷史，石砌街道、彩色房屋、金色內飾的巴洛克教堂，每一處都在訴說殖民時代的故事。這裡是巴西非洲文化的中心，街頭隨處可見卡波耶拉舞蹈、傳統音樂、特色美食與宗教儀式，信仰、藝術、生活完美融合。拉塞爾達電梯是城市標誌，建於20世紀初，連接上下城區。站在電梯上可以俯瞰寬闊的托多斯奧斯桑托斯灣，漁船點點，風景如畫。薩爾瓦多的美食深受非洲影響，口味濃郁，香料豐富，是巴西飲食文化的重要代表。市場裡香氣四溢，街頭音樂不斷，人們熱情開朗，笑容極具感染力。它不只是一座歷史名城，更是文化熔爐。原住民、葡萄牙人、非洲人在這裡相遇融合，形成獨特的巴西身份。來到薩爾瓦多，你能感受到巴西最深處的靈魂，熱烈、厚重，充滿力量，也能理解為什麼巴西的文化如此迷人，如此獨特。格蘭德島是巴西大西洋沿岸保存最完好的生態秘境，整座島嶼面積達193平方公里，被茂密的大西洋雨林完整覆蓋，群山最高峰海拔接近1000米，宛如一座漂浮在海上的綠色堡壘。島上沒有通車的公路，也沒有過度的商業開發，依舊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風貌。34座風格各異的海灘，依靠古老的原住民步道相互連接，行走期間仿佛闖入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。雨林深處分布着63條溪流，山泉從高山奔湧而下，形成清澈見底的淡水網絡，滋養着島上豐富的生命。這裡是靈長類動物的樂園，15種猴子在樹冠間靈活跳躍，樹根牢牢鎖住土壤，維持着山體與生態的穩定。島嶼周邊的海域同樣生機勃勃，150種魚類在岩石礁盤間棲息，海水清澈通透，水下世界五彩斑斕，是潛水與浮潛的絕佳之地。每當夜幕降臨，螢火蟲點亮整片雨林，漁民在海面安靜捕獵，自然的節律在這裡緩緩流淌。沙灘細膩潔白，海浪輕柔拍岸，沒有喧囂的人群，只有風聲、水聲與鳥鳴相伴。弗洛里亚諾波利斯坐落於聖卡塔琳娜島，
是巴西最具魅力的海濱城市之一。整座城市被42座海灘環繞，紅樹林、海岸、沙丘與大西洋雨林交替出現，構成一幅層次豐富的生態畫卷。埃爾西利烏魯茲大橋這座821米的鋼鐵結構橫跨海面，將島嶼與大陸緊密連接，歷經100年風雨依舊穩固。島嶼中心的康塞桑湖碧波蕩漾，成為城市的天然綠肺，湖邊綠樹成蔭，是市民休閒散步、運動放鬆的好去處。老城區保留着濃郁的葡萄牙殖民風情，500年歷史的建築古樸典雅，公共市場依舊熱鬧非凡，商販的叫賣聲、食物的香氣交織成溫暖的市井煙火氣。华金納沙丘是城市最獨特的景觀，南風常年推動沙丘移動，地貌時刻變換，沙層中還藏着5000年前的貝殼化石，記錄着漫長的地質變遷。這裡更是全球聞名的衝浪聖地，優質的海浪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衝浪愛好者。华金納、莫萊等海灘常年舉辦國際衝浪賽事，激情與活力灑滿沙灘。維耶德鲁斯高地位於巴西腹地戈亞斯州，是一片擁有超10億年歷史的古老土地。6.5萬公頃的區域內，石英岩石構成的地貌奇特震撼，仿佛是來自外星的風景，是地球最古老的地質奇觀之一。千萬年的流水與風力侵蝕雕琢出幽深的峽谷，陡峭的岩壁步道蜿蜒穿梭其間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時光的厚重。這裡是水的王國，溪流遍布整片國家公園，匯聚形成120多處形態各異的瀑布。阿爾梅塞加斯瀑布飛流直下，水霧升騰如仙境；庫羅斯瀑布則如天然階梯，層層疊疊形成天然泳池，水質清澈見底，是親近自然的絕佳之地。作為巴西塞拉多草原生態的最後庇護所，這裡生長着許多全球獨有的珍稀植物，棕狼、大球魚等瀕危動物在植被間安靜穿行，生態系統完整而脆弱。高地的空氣清新純淨，遠離都市喧囂，行走在步道上能聽到流水聲、風聲與鳥鳴，內心會變得無比平靜。這裡沒有華麗的景觀，卻有着最原始、最滄桑的自然之美。每一塊岩石，每一滴水流，都在訴說着地球的演化歷史。福塔萊薩是塞阿拉州首府，一座依偎在大西洋沿岸的活力之城，擁有34公里綿長的海岸線，是連接海洋與巴西半乾旱內陸的重要樞紐。城市的靈魂是伊拉塞馬海灘，防波堤守護着平緩的海面，濱海大道整潔開闊，曾經的小漁村早已蛻變為繁華的都市中心，陽光、沙灘與海浪構成了日常的風景。中央市場是城市最具煙火氣的地方，彩色攤位擺滿當地手工藝品、特色小吃與新鮮蔬果，叫賣聲此起彼伏，濃郁的地域風情撲面而來，是體驗本土文化的必到之地。老城區保留着典雅的殖民建築，白色牆面、復古線條，訴說着城市的商貿歷史，見證着巴西東北部的發展變遷。新古典風格的大都會大教堂氣勢恢宏，精美彩繪玻璃講述着巴西基督教的發展歷程，節日期間可容納5000名信徒，莊嚴肅穆又充滿溫情。這裡屬於熱帶氣候，常年平均氣溫27攝氏度，溫柔的海風驅散燥熱，讓城市四季宜人。公園與海灘邊的熱帶植被鬱鬱蔥蔥，滿眼綠意。
帕拉第是巴西最具韻味的殖民歷史名城，整座城市見證了巴西500年的風雨變遷，是殖民時代建築與自然完美融合的典範。市中心保留着400座完整的殖民時期建築，白牆、紅瓦、木質門窗，復古又溫馨。18世紀建造的水利系統精巧絕倫，至今依舊發揮着作用。城市的石板路略低於海平面，漲潮時海水自然淹沒街道，形成天然的城市清潔機制。這一古老設計沿用數百年，成為獨特一無二的城市景觀。海灣中散落着65座小島，碧波蕩漾。大西洋雨林直抵城市邊緣，將海洋濕氣引入城區，空氣濕潤清新，四季綠意盎然。沒有過度的商業開發，帕拉第依舊保留着寧靜的小鎮氛圍。白天漫步在古老街巷，能感受到時光的緩慢流淌。夜晚降臨，小酒館亮起暖黃燈光，當地美食香氣四溢，傳統音樂的旋律灑滿小巷，溫馨又浪漫。這裡曾是黃金運輸的重要港口，歷史上承載着巴西的經濟命脈，如今褪去繁華，成為人們追尋歷史、放鬆身心的好去處。欧鲁普雷托藏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群山之中，是一座因黄金而生、因黄金而兴的城市。城市依托山勢而建，街道蜿蜒曲折。13座巴洛克教堂是城市的瑰寶，依靠300座金礦的財富建造而成。內部裝飾華麗精美，外牆使用與里約基督像同款的造石，質感古樸又莊重，是巴西殖民建築的巔峰之作。雨季來臨時，屋頂的雨水會被導入地下蓄水池，古老的水利系統沿用至今，展現着先輩的智慧。周邊的山坡富含礦物質，植被適應特殊土壤頑強生長，形成獨特的山地生態。綠意點綴着古樸的建築，風景格外別致。這裡曾是巴西黃金淘金熱的中心，無數人懷揣夢想來到這裡，留下了無數傳奇故事。如今雖褪去昔日繁華，卻保留着厚重的歷史底蘊。杰里科克拉是巴西北部沙丘间的夢幻小鎮，這裡沒有柏油馬路，所有街巷都由細膩白沙鋪成，腳踏其上，柔軟舒適。整座小鎮如沙漠中的綠洲，藏在連綿沙丘之間，靜謐又神秘。小鎮的地標是巨型日落沙丘，每到黃昏，這裡便成為遊客的聚集地。太陽緩緩沉入大西洋，偶爾會出現罕見的綠光奇觀，浪漫又震撼。沙丘之間藏着無數淡水湖，湖水清澈湛藍，如天空之鏡般倒映着藍天白雲，是游泳嬉戲的絕佳之地。穩定的海風讓這裡成為風筝衝浪的聖地，愛好者們在海面馳騁，與海浪、海風共舞，充滿激情與活力。海浪常年沖刷岩石，形成天然海窗，透過石窗眺望大西洋，風景別具一格。這裡還是海龜的產卵地，每年繁殖季節，海龜悄悄上岸，延續生命的循環。杰里科克拉沒有都市的喧囂，只有沙丘、湖水、海浪與陽光，生活簡單又快樂。馬瑙斯是亞馬遜州首府，坐落於內格羅河與亞馬遜河的交匯處，是一座被全球最大雨林包圍的都市，宛如綠色海洋中的孤島，神秘又繁華。19世紀末的橡膠繁榮時代，讓這座雨林城市迎來巔峰。歐洲的財富與文化湧入此地，標誌性的亞馬遜劇院便是最好的見證。彩色穹頂華麗奪目，建材從巴黎遠道運來，在雨林深處打造出一座奢華歌劇院，成為那段黃金歲月的永恆紀念。城市的浮動碼頭是獨特的景觀，適應着亞馬遜河15米的水位差，旱季與雨季都能可靠泊船只，連接着無數陸路不通的雨林小村莊，是雨林居民的交通命脈。最神奇的是河水交匯奇觀，黑色的內格羅河與淺色的索利蒙伊斯河並行數公里，因水溫流速不同而不相容。
形成涇渭分明的獨特景象，是全球獨一無二的自然奇觀。城市被亞馬遜雨林環繞，出門便能擁抱原始自然，雨林的生機與都市的活力在此交融。累西肥与奥林达是伯南布哥海岸的双子名城，坐落在红树林與珊瑚礁之間，400年間默默守護着巴西東北部海岸線，文化與自然交融，風情萬千。累西肥被譽為巴西威尼斯，3座島嶼由無數橋梁連接，河流與運河穿城而過，水鄉風情濃郁。城市由葡萄牙人建立，曾被荷蘭佔領，建築留下雙重殖民印記，歷史底蘊深厚。0公里廣場是城市的地理中心，面朝大海，狂歡節期間成為慶典核心，當地弗雷沃舞蹈熱情奔放，點燃全城氛圍。鄰近的奧林達依山而建，巴洛克教堂與殖民修道院保存完好，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彩色房屋臨海而建，浪漫又復古。狂歡節的巨型木偶工藝精湛，是當地文化的瑰寶。2座城市之間的紅樹林生態系統獨一無二，河水與海水交融，形成複雜的河道網絡。當地漁民駕駛傳統小船穿梭其間，延續着古老的生活方式。這裡的海洋資源豐富，珊瑚礁守護着海岸線，海洋生物繁多，風光秀美。累西肥與奧林達，一座活力現代，一座古樸典雅，相輔相成，共同展現着巴西東北部的歷史文化與自然之美，是巴西海岸線上不可錯過的魅力地標。伊泰姆贝奇尼奥峡谷是巴西最震撼的自然奇觀之一，岩壁高聳近700米，巍峨矗立，氣勢磅礴。峽谷兩側岩壁陡峭險峻，岩石紋理清晰，記錄着漫長的地質變遷。飛流直下的瀑布從高空墜落，墜入幽深谷底，水聲轟鳴，水花飛濺，與茂密森林共同構成原始壯美的風景。公園內規劃了完善的徒步步道，路面平整安全，帶領遊客深入峽谷腹地，每一處觀景台都能收穫驚豔視野。放眼望去，群山疊翠，峽谷幽深，宛如一幅天然山水畫卷。這裡的空氣清新濕潤，流水聲、鳥鳴聲、風聲交織在一起，營造出寧靜治癒的氛圍，是遠離都市、放鬆身心的絕佳之地。峽谷周邊的生態系統完整，植被茂密繁盛，為各類動植物提供了家園，生物多樣性豐富。貝洛奧里藏特坐落於庫爾山脈腳下，是巴西最早的規劃城市之一。城市布局規整有序，1800萬平方米的公園與綠地遍布全城，構築起連綿不斷的綠色走廊，是巴西最宜居的城市之一。這些綠地不只是景觀，更調節着城市溫度，淨化空氣，保護生物多樣性，讓都市與自然和諧共生。曼加貝拉斯公園依山而建，天然泉眼滋養着溪流，綠樹成蔭，風景秀麗，是市民日常休閒的好去處。潘普利亞湖是城市的核心景觀，人工打造的生態系統生機勃勃，睡蓮漂浮湖面，魚類穿梭其間，蒼鷺安靜捕食，宛如天然濕地。這些由建築師奧斯卡尼邁耶設計的建築造型大膽，充滿了幾何結構的現代都市氣息。城市融合了自然之美與建築之美，規整的規劃讓生活便捷舒適，綠意環繞讓環境清新宜人，沒有大都市的擁擠喧囂，多了一份寧靜與愜意。這場巴西視覺之旅，我們從都市走到偏遠自然奇景，發現的不只是風景，更是這個國家獨一無二的魅力。希望這些畫面與故事，點燃你親自踏上這片國土的渴望。